夫君，让为妻看看你的脸。王爷息怒，莫白只是叫您起床，他没恶意，跟猫没关系。福安，我梦到她了，又是沈家小姐。她比上次梦里又高了半尺，站起来能顶到房梁。王爷，您又没见过沈小姐，这些念头都是自己吓自己。我没见过，但我听过，她一箭射穿了3层皮甲，是人穿的皮甲，那是个意外。去年军宴，他和3个校尉掰手腕车轮战全赢了，那是同僚切磋。还有，他单手就把一匹受惊的烈马给拽住了，那是马。最后一个好像是您自己编的。我编了那么多，也不差这一个。王爷，那您打算怎么办？皇上那边可不好一直拖着。我父皇有10几个儿子呢，为什么非要拿我去跟大将军结聘假？我怕我结完亲家，第2天就变成因身体不适暴毙而亡的骏马。王爷，那是你想多了。圣旨到。宁王殿下，皇上有旨。殿下既然对婚事心怀顾虑，不妨先往临习镇散散心。那里虽是偏远之地，但民风淳朴，正适合殿下修身养肾。想不通就不回来了。殿下，沈家小姐确实会些武艺，但并非殿下想象的那般威武。曹公公，你说实话，她到底有多威武？王爷，临溪镇在哪儿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收拾东西，带莫白一起走，记住，多带点创伤药。福安，奴才在。你看见那条河了吗？王爷，那应该叫溪。如果我现在跳进去，能不能淹死？这就是民风淳朴。我理解的淳朴食物是路不树，路边围观。王爷，请看，这间正房坐北朝南，采光极佳。好地方。我收回那句要跳河的话，现在我想放火烧了它再跳河。王爷满意就好，那我先告退了。福安，晚饭呢？回王爷，李正说镇上有一家食铺。带路。哟，这不是新来的那位贵人吗？想吃点啥？有什么？今日有招牌菜乱炖大杂烩。里面都有什么？昨天剩的白菜，今天早上摘的豆角，隔壁张屠户给的猪骨头，还有我自个儿腌的咸菜疙瘩。有没有清淡一点的？有啊，白水面条。就白水面条，不放盐就是清淡的吧？福安，奴才在。我后悔了。王爷后悔拒婚了？不，我后悔没有在被发配之前，再多吃几顿京城的好饭。哼，宁王爷。你是？我是临河镇的人，听说京城来了个王爷，来看看。我叫……那里面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只野狗崽子，我正要带回去养。敢问姑娘怎么称呼？我叫阿九。王爷，您脸色不太好。临河镇好像也没那么安全。王爷，那位姑娘只是路过吧？你不懂。你知道这世上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一种直觉。我现在就有一种非常不好的直觉。王爷，您怎么不动了？福安，我们搬家吧。王爷，我们才搬进来不到3个时辰。哎，王爷，您就是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
问题是我得敢睡。麻袋里有活物在动，那姑娘往后踢了一脚，像踢一颗白菜。答案只有一个，不好惹的姑娘。王爷，这只是我养的小狗。福安，福安，你过来！王爷您醒了，您脸色又不好。你看外面，王爷，您想跑的话，后窗没糊纸。我是王爷，怎么能跑？那您打算怎么办？这位姑娘，哟，王爷起得起早。你在做什么？站桩。我们练武之人每天早上都要站1个时辰。你头上那个……王爷放心，掉不下来，除非有人撞我。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这院子是本王租的，镇上就这块地方平整，你要是怕吵，我明天换个地方。不过这块磨盘是跟隔壁张大爷借的，他得收我3文钱。你就为了省3文钱？3文钱能买1屉馒头。我们家较严，出门在外不给零花，得自己挣。你家是哪儿的？我家远，王爷不认识。不说了，我得去帮王婶劈柴了。王爷，您那扇后窗没糊纸，赶紧糊上。灵溪镇的蚊子比京城的多。福安，我有提到我从京城来吗？没有。昨晚在食铺，你也没提过。查他，这个人不对劲。王爷怀疑他是……我怀疑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福安，我们去吃早饭。王爷，今儿这么早，昨天的白水面条还合胃口吗？合，特别合。王婶儿，你忙你的，我就坐会儿。这临河镇的空气真好，是吧？比京城好多了吧？特别好。对了，王婶儿，昨晚那个姑娘……哪个姑娘？叫阿九的那个。阿九啊！那姑娘可不得了，怎么不得了？力气大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力气这么大的姑娘。她来镇上不到2个月，帮搬过生猪，帮推过陷在泥里的牛车。别看是个姑娘，干活比2个壮粮火都利索。2个月？她不是临河镇本地人？不是，大概是2个月前来的吧。一个人带着1匹马，说是在镇上等人。等谁？没说。不过有一回她喝了点酒，说是在等一个胆小怕事的废物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说了。她酒量好。不过阿九人好，就是不太爱说自己的事儿。酒量好，千杯不醉。王爷，您问他干嘛？昨晚在食铺碰见，觉得有点奇怪，随口问问。王爷，您不会是……不会是什么？2个月前来的，在等人。福安，收拾东西。王爷，这又是怎么了？阿九，从京城来的，一身功夫，在等人。阿九姑娘怎么了？你觉得她在等谁？您是说，她可能是沈金罗派来的骗子，提前派了个师妹过来打前站，是我被盯上了。王爷，这会不会？你觉得是巧合吗？刚好在我被发配的同一个月，出现在同一个偏远小镇。王爷在家吗？王婶儿让我给你送馒头来了。告诉他本王不在。可是您的鞋在门外。就说我在睡觉。王爷还在睡，斧头放这儿了啊。对了，跟王爷说一声，镇上那个类废弃的磨坊，我以后在那儿练，不打扰王爷了。多谢阿九姑娘体谅。没事儿，这是糊窗户的纸，我多出来的。王爷那后窗再不糊，明天肯定进蚊子。福安公公，姑娘请说。麻烦转告王爷，让他别查我了。镇上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他去过哪儿问过谁，不到1个时辰就传回来了。他走了，走了，还给您送了馒头和糊窗户的纸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让您别查他了。您去过哪儿？问过谁？不到1个时辰就传回来了。福安，奴才在。我讨厌这个地方，奴才明白。在这个地方，
一个王爷的面子，还不如一个能扛住的姑娘好使。镇上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他去过哪儿？问过谁？不到1个时辰就传回来了。福安，王爷，把灯点上，本王要办公。王爷，您这是要写什么？林西晋的规矩，这个地方没有规矩，本王就给他立规矩。临河镇文明公约10条，第1条，道路每日清扫，不得堆放杂物；第2条、第3条，商贩经营明码标价，不得缺斤少两；第4条，王爷，您这是写给临河镇的，还是写给京城的？有区别吗？唉，京城商贩能认字，临河镇32户人家，认字的估计不超过5个，而且镇上也没有指定区域，这是老传统了。传统可以改，王爷。您到临溪镇才第4天，第4天怎么了？这份公约就是本王给临溪镇的见面礼。走，去镇中心。镇中心在哪儿？就是昨天我吃面的那个地方。皇婶，借你家江湖用用。江湖？王爷要贴什么？一份公告。各位乡亲，这是本王为临溪镇拟定的文明公约10条，从今天开始，大家都要遵守。福安，念给大家听。什么叫不得泼洒污水？我家洗菜水不到街上到哪儿？可以挖一个引水沟。挖沟？谁出钱？不让在主街宰猪，那张屠户的肉铺就在主街上，他以后去哪儿宰猪？这个可以再移，可以往后院移。后院是间茅房，在茅房里宰猪，肉还卖不卖了？第3条明码标价，我妈才从来不标价，都是看着给，就看着给多好，直接伤感情。诸位稍安勿躁。王爷，您这10条我们刚才大概听了一遍，有些地方得改。改？您是京城来的，不懂我们镇上的规矩，不如这样，您把这条子先拿回去，我们给您批注一下，改好了再贴。行，本王等着。王爷，我们改好了，您看看。酱油，竟然是酱油！不能泼洒污水，不能当街宰杀牲畜，改成不得在王婶包子铺郑家门口当街宰杀。您是？我姓刘，都叫我刘大娘，我住王婶隔壁。刘大娘，这条批注你写的？我写的。王婶门口宰猪血水见过来，她包子还怎么卖？但别家门口可以。张土就靠这个手艺吃饭，不能让人家没法活了。有道理，可以标，但不许太贵。第4条删了，我们嗓门大，改不了。第5条，洗衣服怎么了？上游洗衣我喝什么？我在下游喝的水还不是一样的？全完了。第6到9条，面目全非。这是公约还是临河镇的吵架本？这是公约，这是我们改过的公约。王爷，您原来那个太死板了。死板？对，该守的规矩要守。您刚来，我们不怪您。好，这份公约本王收下了。王爷，晚上王婶做包子，记得早点来，今儿猪肉新鲜。王爷，其实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最气人的地方。我竟然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。福安，你见过一个王爷立规矩被一群大妈改得心服口服的吗？没有。那你现在见到了，这份东西我要留着，不是用来贴的。那用来做什么？福安，你去帮本王办件事，去问问那些大妈，明天赶集是在哪儿？本王想看看。是，王爷。哦，对了。顺便问问那个阿九，明天赶集他来不来？王爷，您还怀疑他？不是怀疑，是警惕，这两者有着本质区别。第10条，挨家挨户没有秘密，挨家挨户没有秘密，那阿九的事情怎么没人知道？珍宝胡商杂耍。什么场面没见过？王爷，打听到了，在镇外3里地的河滩上，附近7、8个村子的人都来，能摆200-300个摊位。200-300个？卖什么的？
卖菜的、卖布的、卖农具的、卖牲口的，什么都卖。最关键的是，灵犀大吉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可以以物换物，不用钱。在京城不用银子寸步难行，到了这儿居然还能以物换物，有趣。明天去看看。王爷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去换？本王不缺东西，空手去显得不太合群。刘大娘送的赔礼道歉，带鸡蛋，全带上，带2个。本王不是去赶集，2个鸡蛋够了。哟，王爷来赶集啊！看看我这草鞋，新编的，结实。本王不需要草鞋。王爷，1个鸡蛋换1双鞋，这买卖您不亏。老秃头，你就别忽悠了，你这草鞋值1个鸡蛋。这样吧，王爷是贵客，我给您2双。王爷，您这草鞋不错啊，我拿这把镰刀跟您换，新打的。王爷，您这草鞋是蒲草间的吧？好东西，走了啊！等等，福安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王爷，临溪镇的规矩就是这样，看上了就换，不用多废话。王爷，您这镰刀真不错，拿这只老母鸡跟您换怎么样？本王不养鸡，不用您养，这鸡是下蛋的好手，成交。鸡是本王的袖子。王爷，拿鸡换2颗白菜，怎么样？换，赶紧换！我出门带了2个鸡蛋，现在手里是2颗白菜。福安，你觉得本王傻吗？王爷当然不傻，王爷您太好说话了。我吃了3个馒头。张大哥，你力气比上回小了不少啊！3个馒头哪够？下回吃4个。阿九姑娘又赢了，这都第5个了。哟，王爷，你也来赶集啊？买了什么好东西？王爷，您逛了一上午就买了2颗白菜？不是买的，是用2个鸡蛋换的。2个鸡蛋，一个上午2颗白菜。王爷，您是我见过最会做生意的人。王爷，您被坑了，这种品相的白菜，一个铜板能买3颗。王爷，您脑子聪明，嘴皮子利索，但说到过日子，您就是个厨。这个送您，算是我笑话您的赔礼。阿九姑娘，你一个铜板换来这么多东西，这本事是谁教的？没人教，自己琢磨的。王爷，桂花糕不能久放，趁新鲜吃。我先走了。福安，你发现没有？每次问到阿九家里的事，阿九就会转移话题。发现了，而且每次转移话题的方式都一样。这个桂花糕是京城西街桂香塞的样式，只供京城，整个临溪镇方圆200里，没有一家糕点铺能做出这种品相。王爷的意思是，阿九的那盒桂花糕是在糕点铺换的腊肉再换的，对吧？是这么说的。要么糕点铺自己有京城桂香斋的货源，要么阿九根本就没在糕点铺换。这盒桂花糕是从京城带来的。一个武艺高强的姑娘，在偏远小镇等人，阿九到底是谁？王爷，您还吃吗？吃，怀疑归怀疑，不能浪费。师姐，你让我帮你盯着的这位爷是个被人拿鸡蛋换白菜的主啊，这下可有得写了。福安，本王要学做桂花糕。阿九说本王是厨，这个字，本王不能白受。王爷，您刚才说什么？王爷，您会做饭吗？不会可以学，本王的脑子学什么都快。王爷，桂花糕这个东西看着简单，其实挺难的，要磨米粉、筛粉、调糖、蒸制，工序很多。那就从磨米粉开始，去王婶家借石磨。王爷要磨什么？您会推磨吗？米粉，做桂花糕用的米粉，推磨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转圈吗？王爷，石磨在院子里，您随便用，我去给您拿米。就这个，简单。王婶儿，这个磨是不是卡住了？没有啊，刚才我还磨了豆浆。王爷您用力要巧，不能死推。王爷，您往后退的时候要松劲儿，往前推的时候再使劲儿。
这是有节奏的。王爷，要不我来？不用，本王今天非要磨出米粉不可。第一步完成，第二步筛粉，第三步调糖，第四步和面。王爷，这够做50个桂花糕了。那就做50个，分给镇上的人尝尝。第5步，上锅蒸。阿九，阿九，等本王把桂花糕端到你面前，看你敢不敢叫本王厨。王爷，是不是火太大了？蒸东西就是要火大。水！福安，把他们拿出来。王爷，拿出来。王爷，这火候可能大了点儿，没事儿，不会做这些很正常。什么味儿啊？王婶，你家烧东西了？王爷，您这是在炼丹？做桂花糕。桂花糕，这看着像蜂窝煤，还是烧过的那种。火候稍微大了点儿。阿九，你要是专程来笑话本王的，现在就可以开始笑，本王不拦着。稍微？王爷，这玩意儿扔出去能砸死人，比我见过的铁饼还硬。王爷，您这是第一次做饭，之前从来没进过厨房？是，没有。那您能做出12块这个玩意儿，其实挺厉害的。我第一次做饭的时候，把整口锅烧穿了。你也会做饭？会，不做就会饿死。王爷，我来是有正事要跟您说，我表姐要来了，远房表姐，想来住几天。王爷到时候见了表姐，可别大惊小怪。为什么要大惊小怪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表姐叫沈青兰，您记住了，沈青兰。福安，阿九说阿九要来表姐了，奴才听见了。奴才发现王爷最近很在意阿九姑娘笑不笑。本王那是观察敌情。把盘子端走。王爷，这些扔了吗？扔远一点，别让墨白吃到。3天，整整3天没有睡好觉了。去！别在这儿碍事儿！王爷今天又学什么新菜了？黑垢刷了整整2天，现在连王婶都防着本王。这次是听说我在这儿，顺道来看看。普通人家，体弱多病，一直在家里养着。体弱多病？对，风吹就倒那种。王爷到时候可别欺负表姐。王爷，阿九姑娘说了，体弱多病。阿九说的话你也信？那您为什么睡不着？直觉，阿九的那个表姐肯定有问题。阿九这么厉害，他的表姐怎么可能只是个体弱多病的普通女子？王爷，您想太多了。就算表姐也是练武的，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心里那块石头确实放不下。表姐，你慢点，这路不平。多谢阿九。福安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阿九姑娘的表姐确实。王爷，正好您在这儿，这是我表姐沈青兰。民女沈青兰，见过王爷。不必多礼，你身子不好，先坐下。基因突变，一定是基因突变。沈姑娘，从京城来临小镇，路可不近，你一个人来的？有车夫送的，到镇口就回去了。阿九说这儿清静，适合养身子。表姐这地方你肯定住得惯。阿九，阿九在家常跟我提起王爷，说王爷是个有意思的人。有意思？他平时怎么形容我的？说王爷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。这听起来不像好话，不过阿九很少夸人，本王暂且信了。表姐，吃不完就算了。不浪费。
这个姑娘也太柔了，跟这姑娘比，阿九简直是铁打的。这一家子，除了阿九，全是病秧子。沈姑娘，你在做什么？王爷早，这树上有个树牛，我看着不太舒服，想把它敲掉。敲掉？就是这棍子太轻了，使不上劲儿。王爷，您脸色怎么不太好？福安，我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沈清兰是正常人的判断。王爷，您这是在写什么？调查报告，沈清兰。本王怀疑沈清兰不是普通人，因为她捅掉了一个树牛，那不叫捅掉。3下捅穿一个脸盆大的树油，用1根推杆。观察项目1，手力推杆捅树油。观察项目2，阿九说他体弱多病，风吹就倒。也许他是客气。观察项目3，阿九对他的态度，唯独在沈清燕面前说话会先看对方脸色。一个让阿九都怕的人，不可能只是个弱女子。张大哥，这猪不太听话，要我怎么帮？按住就行。按哪里？前膀子。张大哥，可以动手了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本王每天早上都有散步的习惯，刚走到这儿就看见你。哎呀，刚才失手了，力气使大了点儿，把张大哥的案板压坏了。张大哥，实在对不住，回头我让阿九给你送一块新的。不用，这案板本来就要换了。沈姑娘，你平时在家也这样帮忙？在家不让我动手的，王爷说的是，我以后注意。去找张屠户帮忙。张屠户不在，去隔壁村收猪了。那找谁？找阿九，阿九去河边了。李大爷，怎么了？车陷了，沈姑娘你离远点，别弄脏你衣服。我试试吧，往哪边推？往前，不是沈姑娘，你别动手，这车很重的。使大劲儿了！哎呀，使大劲儿了！李大爷，真对不住，这2颗摔坏了，回头让阿九给您送2颗新的。不用，这白菜本来就是喂猪的，弄坏了就要赔，我们家的规矩。福安，他推了5丈远，不是推出来，是推飞出去，而且他刚才说使大劲了。王爷。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阿九在沈清行面前属于轻量级。沈清兰绝非体弱多病之人，沈清兰是加强版。那沈清兰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福安，帮本王查京城姓沈的人家，有没有哪个姓沈的武将家里有女？王爷，您是怀疑？我没有怀疑，是觉林溪镇这个地方不该同时出现2个力能扛钟的姑娘。王爷，在家吗？王爷。我表姐今天帮李大爷推车的时候弄坏了2颗白菜，让我给您送1颗，好的给您，坏的我们自己吃。你表姐平时在家到底做什么的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在家里待着，偶尔绣花。表姐的绣工很好，前年给我们家绣了一幅千里江山图。王爷，磨坊那
那边还烧着水，我先回去了。白菜趁新鲜吃。观察乔木8，嗅千里江山图。阿九说漏嘴后逃跑。福安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该怀疑阿九是沈金鳌。灵河镇有比沈金刚更麻烦的人，他表姐。表姐，你今天又吓到王爷了。我没吓他。你手背的红印是怎么回事？表姐，你收着点行不行？就是要让他看到。你袖子碰了他一下，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你知道袖子会碰到他。你走路从来不会碰到东西。你在营里走梅花桩的时候，闭着眼睛都能从桩缝里穿过去。王爷什么反应？站在原地看了手背，说被蚊子叮了。之前你让我盯他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待不过3天，是麻烦。每天早上睡到日上3竿，起来第一件事是问我为什么吵到他，然后就习惯了呗。他真遇到事儿也不跑。上次被赶家哈堵门改他的文明公约，脸都绿了，还是拿鸡蛋换白菜，亏到姥姥家脸都绿了，回来也不发火，就是生闷气。你观察的挺仔细。那是你让我盯着的，我这是执行任务。说正事儿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？告诉他你是谁？你觉得现在告诉他，他会怎样？连夜跑，往山里跑。我们得追3座山头才能把他扛回来。那不就行了？他先心理防线，设体弱多病的。一旦他知道沈清兰就沈清兰，他就得出一个结论。什么结论？我们是来抓他回京城成亲。那你还故意让他看到？你今天按猪推车拿袖子甩他，这些事他肯定会记在心里。他那个人虽然嘴硬，但是脑子不笨，迟早会猜出来的。就是要让他慢慢猜，如果让他自己一点一点发现，他会先怀疑，再求证，最后自己得出结论。师姐，你果然是读过兵书的。那表姐，那你觉得王爷什么时候能猜到？快了，他已经开始做观察记录了。他做记录？今天下午听见他纸笔摩擦的声音了。明天你找个机会进他院子，看看他桌上有没有一张记录。福安每天早上收拾桌子，王爷藏东西的时候，福安会下意识往那个方向看。表姐，你来灵河镇把王爷当猎物练手的。对了，你爹知不知道你来了？不知道，江南那边有我的安排，至少我得搞清楚我要嫁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表姐，假如你发现他确实是个废物呢？那就退婚，我爹那边我自己去说。那要是他不是废物呢？那就要看他是怕我还是不怕我了。我写的那些信你都看了吗？每一封都看了？看了，都看了。你的文笔有进步，就是错别字太多。我那是写的急。你把厨写成了家，害我看了3遍才看懂。睡觉。还有，你最近几封信里提到王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最新一封，表姐，你数这个干什么？闲着也是闲着。阿九，明天你帮我做件事，把我在京城最常戴的那对耳坠找出来。你要戴耳坠？哦，别哦，我明天一早就找出来。表姐放心。师姐，不对，表姐，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其实就是沈金兰，会不会后悔当初做了那么多丢人的事儿？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会后悔。有人念叨本王。福安，明天多备1壶茶，本王要继续观察。王爷，你已经观察1整天了。观察这种事，贵在坚持。福安，今天沈清兰出门了吗？刚出门，奴才从窗户看见的，往王婶小灶方向去了，应该是去吃早饭。走，我们也去吃早饭。沈姑娘早。王爷早。银底香脆，翡翠成色极好，花丝镶嵌的纹路层次分明，是京城名匠的手艺。这种成色的耳坠，只在皇嫂的庄年里见过类似的，不对外售卖。沈姑娘这对耳坠很别致，哪家铺子？谢谢王爷，在京城地摊上买的，不值几个钱。哦，哪个地摊？本王还是想请教一下，地摊上买的耳坠，为什么会有玉质银楼的暗记？王爷说笑了，民女买的时候没注意那么多，大概是仿的。仿的？有道理。沈姑娘昨晚睡得好吗？还好。那就好，身体弱多的人要多休息。本王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福安，
去查一套银镶翡翠的耳坠，那不是仿的，纯属胡编。如果真的在地摊上买的仿品，被冤枉成偷玉质银楼的东西，正常反应是什么？对，要么急，要么怕，要么愤怒。沈清言的回答把话题堵死了。有玉质首饰，经济条件远超普通人家。沈清言，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那就不是如果的问题了。沈清兰姓沈，京城姓沈的能跟宫里扯上关系的人家一只手数得过来。福安武艺高强，有玉质首饰，对京城了如指掌，还刚好在我发配的同一个月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这种概率有多大？王爷还是在怀疑沈清言？没有怀疑，只是开始清言和沈金高可能不只是同一个姓氏那么简单。阿九，坐。王爷这语气是不是又要查什么人？不是，就是随便聊聊。表姐那对耳坠挺好看的，听说是在京城地摊买的。对，地摊货。表姐来之前在京城逛了逛，顺手买的。就是觉得做工不错，地摊货能有这个水平，说明京城的造假工艺又进步了。对了，表姐平时用什么香料？香料不怎么用吧？可身上有桂花油的味道，而且是宁香娥独门配方的清桂油，1两银子1钱，御前红人才能用。沈清兰一个普通民女用得起？王爷鼻子挺灵的，可能是我师姐送她的。不是，我说表姐，不是我说我一个师姐送桂平。王爷，那枣子慢慢吃，磨坊还烧着水，先走了。师姐，玉质香料，半指深的脚印。沈清溪，狐狸尾巴终于藏不住了。福安，把枣子洗了，留一半准墨白。剩下的，本王边吃边想事情。王爷想什么事情？想怎么设个局。沈清兰到底是谁？光靠观察是看不出来的。怎么了，表姐？王爷闻到表姐身上的桂花油了，宁香阁的清桂油，还有耳坠。王爷看出不是地摊货了，刚才在榨阿九。师姐，王爷比想象的难搞。王爷不是厨，是披着厨皮的狐狸。王爷约明天喝茶，走的时候让福安传了话，明天午后在茶社以茶换故事。这肯定是鸿门宴，是阴谋。不去就是心虚，去就得接招。那去不去？去，而且要穿得好看点。不是想听故事吗？给讲个好听的。王爷，您确定沈姑娘会来？沈清兰会来，如果不来，就等于承认有问题；如果来，就说明想证明没问题。一种是心虚，一种是心虚但好胜。不管是哪种，沈清兰今天都会露出破绽。表姐，还是觉得不该来。王爷那个人嘴太厉害了，怕表姐说不过。谁说不过谁还不一定。王爷，民女赴约来了。眼神变了，不是怯，是静，一种压得很深的纹丝不动的静。这不是一个民女该有的眼神。沈姑娘请坐，阿九也坐。福安，上茶。这是从京城带来的碧螺春，临溪镇的水质一般，但勉强能泡出3分味道。沈姑娘尝尝。一关2文3品，顺序不错，节奏不乱，这套动作比宫中皇妃还要标准。沈姑娘懂茶？不太懂，只是在家时跟长辈学过一点。哪位长辈？家中祖母，老人家喜欢喝茶，跟着学了些皮毛。姓沈，玉质首饰，懂顶级茶道，祖母辈，这些信息拼在一起，越来越像本王熟悉的某个大将军家族了。第一个是清河镇，然后是大榆树镇，再然后是石板桥。说来听听，我虽然没出过远门，但地图看过不少。从京城到临河镇，官道沿线根本没有清河镇。第一个该经过的是汪汪敬义，第二个是柳条沟，第三个是双河集。一路上昏昏沉沉的，地名都是听车夫说的，却能把不存在的地名说得这么顺。方向看，王爷方才说来临河镇走至关照路，对不对？王爷要是走过，就不会考了。这确实是连李陵渊自己都没走过的官道路线，有意思。换一个，是做什么的？方才说了，在家闲居。在家闲居的人，为什么对军营的规矩这么熟？说笑了，从没去过军营。是吗？那有几个小疑问想请教。第一，走路的时候重心永远落在前脚掌，这是常年习武的人才会有的步态。第二，坐着的时候后背从不靠椅背，始终保持腰背挺直，这个习惯跟阿九一模一样。第三，最有趣的一点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呼吸节奏会同步，在军营里这叫队列呼吸，长期一起训练的人不自觉的就会调整到同一个频率。解释一下。观察的真仔细，
确实练过几天武，小时候身子太弱，请了个武师教了些强身健体的功夫。至于童熙，大概是从小一起长大，只不过习惯相似而已。是一个姓周的师傅，已经过世了。姓周是死无对证，好一个死无对证！周师傅，好。第3个问题，王爷，民女也有一个问题想问。问，王爷为什么对民女这么感兴趣？从昨天到今天，一直在观察、做记录、设局试探。民女只是个来探亲的普通人，值得王爷费这么多心思吗？因为本王有个未婚妻。多谢表姐。王爷的未婚妻跟民女有什么关系？很像，也是京城人，也姓沈，也练武。听说力能扛鼎，跟沈姑娘倒是挺像的。从京城来，姓沈，会武士，力大无穷。还要继续说吗？觉得哪里力大无穷？昨天推老李儿的牛车推了5丈远，前天按张屠户的猪把案板压裂了，那又是失手。那是失手，那也是失手，那是树太老了。耶，问了那么多问题，都是在试探。不如换个问题。如果坐在对面的就是沈金兰，打算怎么办？福安，带阿九去隔壁坐一会儿。王爷，去。阿九管沈金兰叫表姐，沈金兰力大无穷，从京城来，姓沈。阿九怕沈金兰，如果沈金兰不是探子，王爷，不枉一件事，今天设了3个陷阱。第一个是地名，根本没走过官道，只是随便编了一条着自己往上。第二个是军营统吸漏了一个细节，呼吸是同步的，但是主导是50斤寸案板功夫牛车，这也没写进记录里。第三个，4天之内这个频率，觉得是失手还是过日子？是谁？金玉坊玉质，皇嫂的首饰印记。民女沈金汤给王爷赔罪，这些日子隐瞒身份，多有得罪。就是沈金兰，大将军的女儿，那个传闻中肩能跑马、力能扛鼎的。王爷，传闻这种东西不能全信，至少肩能跑马是假的，从没扛过马。查了那么多天，做了那么多记录，结果全城都知道，看着跟踪，看着设局，今天来赴约就是为了看什么时候能猜出来。差不多，不过王爷比想的聪明。以为还要再花3天。那阿九也是安排的。阿九是师妹，比先到临河镇替打前站。打前站2个月，每天写信汇报，看了多少封信？大概30来张，什么都写了，包括早上家睡到几时，市面大妈吵了几次架，赶集换了几颗白，以及桂花糕事件的全部过程，写得特别详细，从和面开始到锅烧干冒烟，足足写了3页纸。所以来临河镇是来笑话的？不是来看一个问题的答案：宁王李林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第3，这场查设了3个陷阱，只躲过了不一这么。如果不放水，今天大概什么也试探不出来。王爷还需要多练练。福安，把那张人物关系图拿来。王爷，那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刚才说今天什么也试探不出来，除非放水。所以是在让步。福安，本王被人当傻子耍了2个月，整整2个月。本王做的每一件蠢事，出的每一次丑，沈金伦都记下来，写信寄回京城。刚才说今天设的3个陷阱，只有第3个差点成功，还是因为放水。一个让本王连续出丑2个月的人，连让都是算好的。王爷打算怎么办？不是喜欢演戏吗？本王陪着演。王爷要做什么？奏折给皇上的。嬷嬷，本王要写一封奏折，本王要给父皇写一封情真意切的折子。王爷，这说在临河镇遇见位比沈金兰更适合当王妃的女子，名字叫沈清兰。王爷。沈金兰就是沈金钗，这不是本王知道沈金钗就是沈金钗，但沈金钗不知道本王知道，沈金钗知道本王知道。沈金钗现在以为本王不知道沈金钗有多会演，那本王就让沈金钗继续演。奴才不懂。很简单，摊牌的方式是什么？是说故意的，把所有主动权都握在手里，要本王觉得从头到尾都在掌控之中。可是如果这封信不小心落到手里，就会看到宁王李林渊想娶沈清兰，不想娶沈金郎，这就把一个难题抛回去了。要不要告诉真相？看着本王一本正经的追求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。王爷，这是要打仗，觉得能赢吗？是，能不能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是本王的主场了。本王刚才在茶桌上什么都没漏，这意味不知道王下一步要干什么。走吧，去吃晚饭。这封奏折得让他不小心被人看了。王爷在写折子给皇上。是啊，反省的差不多了，该给父皇回个话。是王爷。表姐，别关门了，给皇上写折子了，要退婚，说在临河镇遇到了一个比沈金兰更好的女子。
写的是沈青兰。对，就是以为沈青兰是一个跟沈金兰长得有点像，但性格完全不同的娇弱姑娘。说温婉贤淑、知书达理、品性高洁，反正一大堆好词，拿去写情诗都够了。表姐，在这儿，今天下午才知道了真相。不是不知道沈青兰就是沈金兰，是故意的。演了2月的生活白痴，当露出无辜表情的时候，就会相信是真的无辜，不是在写给皇上的折子，是在写给看的，什么也不做。可是，万一不是在演戏呢？万一真的觉得沈青兰……阿九，今天话多了，去把门修好。福安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昨晚阿九肯定跑回去报信了。猜沈金兰现在的状态是，心里已经在想怎么破局。如果来宁王对峙，就等于亲口承认就是主动示弱。所以今天正常生活，让沈金兰看看，写了那封折子后，宁王殿下一点都不心虚。表姐，不去找王爷，就这么看着？不，李林渊在等沈金兰先动。昨天被压了一局，现在想扳回来。李林渊越是从容，说明越想赢。李林渊以为沈金兰会急，但忘了一件事。李林渊说想娶沈青兰，那沈灵兰这个身份沈金兰还在用。既然用沈青兰来将沈金兰的军，那沈金兰就用沈青兰回这盘棋。今天中午去给王爷送汤，用张屠户早上送来那根大骨熬的，不是希望让沈青兰去会会宁王殿下。表姐，这是去送汤还是去宣战？都差不多。王爷啊王爷，写那封折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表姐真的会接招？王爷，沈姑娘来了，不是沈金兰，端这个砂锅。到哪儿了？穿什么？颜色？巷口20步，月白色，最素的那件，今天看起来比平时还要弱不禁风。让进，热情点儿。穿最素的衣服，等于在宣告现在是沈金兰。这砂锅是用李灵寮最擅长的人士来反打李平原自己。王爷，民女炖了点骨头汤，给补补身子。沈姑娘太客气了，快请进。福安，接一下砂锅。不用不用，自己来，趁热喝。没焯水直接炖的，这股诡异的腥味儿，多转了一下，注意到了葱花，不换勺，说明今天来的目的根本不是送汤，而是看喝不喝。多谢沈姑娘。味道怎么样？挺好，沈姑娘手艺不错。真的吗？很少下厨，今天是第一次炖汤，王爷别勉强。不勉强，真的挺好。沈姑娘亲手炖的汤，必须喝完。连喝4勺，那锅汤的诞生过程阿九亲眼所见，到底是不是废物啊？王爷，那个折子写完了吗？在折子里写了什么？能告诉民女吗？能给民女看看吗？不太方便，给父皇私密奏折，按理说连福安都不能看。刚才掉地上那几页不是折子本身，是草稿。福安，收好。在临河镇遇到了一位沈青兰姑娘，温婉贤淑，知书达理，品性高洁，容貌清雅，谈吐不俗。王爷把民女写进奏折了，民女只是个普通百姓。沈姑娘不必过谦，本王在京城见过的人多了，有些人看着温婉，其实心里刀光剑影；有些人看着柔弱，其实力能扛蠢。沈姑娘，你是真的温婉，这话说的滴水不漏，表面是夸，实际上每个字都在戳。姑娘，这戏还打算演多久？王爷，这汤真的好喝，那个奏折还是再想想吧，万一本人比王爷想象的好呢？福安，本王需要喝水，很多水。王爷有话跟说。不是，是偷偷来的。王爷不能跟表姐比做饭，真的会输的。本王知道。不知道，今天炖那锅汤放了至少5勺盐，亲眼数的。根本不会做饭，但会装。要是答应让每天来送饭，不出3天就会被衔进药铺。临溪镇只有老王头一个大夫治不了的。阿九，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应该知道的？不能说太多，会发现的。但是王爷写那封折子是在玩火，不能说，只能告诉今天从院子回去以后，把那件月白色的裙子重新叠好，放回包袱里了。说接下来几天换别的颜色。别的颜色，月白色是标志，换了颜色意味着要调整人设，或者更进一步。送汤是第1步，送饭是第2步，换颜色是第3步。福安，明天要是真的来送红烧肉，王爷打算怎么办？去买一坛咸菜，
本王明天要练吃弦，从今晚开始。福安，收拾东西，本王要出趟门。听说隔壁青石镇明天有大集，本王来临河镇这么久，还没考察过周边民生，明天去青石镇考察一下。考察民生？王爷是不是在躲沈娇年？胡说！本王堂堂亲王，需要躲一个姑娘。王爷这一大早去哪儿啊？沈姑娘知道吗？要不要帮捎个话？去青石镇转转，晚上就回来，不用跟任何人说，尤其是沈姑娘。哦，明白，不跟沈小讲说。阿九应该正在烧洗脸水，这个时候大概还不知道宁王已经跑了。王爷，青石镇真有说的那么大吉？应该有，实在没有的话，小鸡也行。实在连小鸡都没有，有口热饭吃就行，只要不是沈静言做的。王爷，王婶蒸的包子，猪肉白菜馅的，还热乎着。这是正常盐量的味道，这是正常人类应该吃的食物。终于到了一个正常人待的地方。王爷，青石镇确实比临溪镇热闹。那是自然，不像临溪大旗拿鸡蛋换白菜，亏得本王。王爷小心！对不起。本王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东西，在这摆摊给我同意了吗？不知道这条街的摊位都是我在管。无良，这拿不出来，搬东西，把没摔的也收了，全抵管理费。在京城，权贵欺压平民，隔着层层城墙，而现在就在本王面前3步远的地方。谁呀？外地人吧？路过，恰好看到这位老丈摔倒了，过来扶一把。那扶完就走吧，少管闲事。闲事，在官街上强占摊位，勒索钱财，毁坏货物，推伤老人，别血口喷人！谁看见推了？自己摔倒的。摔坏几个破篮子还想赖到头上？亲眼所见，别惹是赵阎王的人。哪位看见了？靠山够硬，所以可以在街上随便欺负人。本王的意思很明白，今天的事，本王管定了。我的老天爷！本王，宁王殿下，听说了，隔壁灵溪镇是来了个宁王，被皇上发配来的，对吧？一个被皇上赶出京城的王爷，跑到青石镇来耍威风，京城待不下去了，到这儿来过关。老子告诉你，青石镇不归你管，一个被发配的妃。有话说话，别动手。动手？他妈跟谁说话？这一拳挨下去，鼻梁怕是保不住了。母妃在京城大概会打喷嚏，福安大概会吓得把服从扔出去，而沈金阳、沈金郎大概会在磨坊里听阿九汇报这个消息，然后轻轻叹口气，说一句：“果然是个主。”放开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老张，别这样，折煞我了。这些断了的换新蜜片，别扔。姑娘，你是活菩萨。不是菩萨，就是个路过的人。王爷，您的扇子掉地上了。沈姑娘，好身手。民女小时候学过几天防身的功夫。几天？几天。沈姑娘，你刚才说凑巧路过，
从临河镇到青石镇马车要走1个时辰，你怎么来的？跑过来的。跑多远？不到20里，还好。你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从我站出来帮老夫开始。那你怎么不早点出手？王爷正在说那说逆特仪的话，民女不好打断，而且王爷说我管定了的时候挺有气势的，民女想多看一会儿。所以你看着本王差点挨打？不会挨打的，他出拳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他身后了，那个拳头又顶多打到王爷鼻子前面，到不了鼻梁。沈姑娘，你确实很厉害。王爷过奖了。他不是在演戏，这个害羞的反应不是沈清兰的，也不是沈清兰的，是他自己的。他挡不住了。那个沈姑娘，你今天帮了我，本王欠你一顿饭。王爷要做饭给我吃？不是，我去王婶那儿买。你放心，本王会亲自盯着他放盐。沈姑娘，你怎么回去？坐本王的马车一起走吧，别再跑回去了。王爷不怕跟我同乘？本王怕什么？上来，20里路跑回去，腿还要不要了？阿九，对不住。沈姑娘，谢谢你。今天的事，本王确实不会打架。要是你没来，这会儿我应该躺在青石镇的大夫家里。王爷为什么要站出来？你明知道自己不会打架。小时候我母妃说过，不能不干净，怂是能力问题，不干净是人品问题。师姐，这个王爷跟京城里那些不一样，他怂，但是不坏。王爷，您刚才说欠我一顿饭，那民女可要好好想想吃什么。王婶的包子，我要吃现蒸的，第1笼。行，第1笼，本王亲自去跟王婶说。师姐说好半个时辰的，这都1个多时辰了。人呢？老板，结账。有没有看到一个穿淡青色衫子的姑娘？淡青色衫子看见了，跟一个穿锦缎长衫的公子一起上了马车，往临溪镇方向去了。那姑娘看起来怎么样？挺好的，笑模笑样的。师姐，你肯定是把我忘了。你上马车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，能把我忘了？师姐，你说好半个时辰会合的，我在茶摊上等了将近2个时辰，2个时辰。阿九，对不住，事情比预想的复杂。复杂？有多复杂？是你跟人打起来了，还是王爷又出了什么幺蛾子？王爷差点被人打了。哪个不判死的敢打王爷？青石镇的一个地痞在集市上欺负卖竹鞭的老头，王爷站出来理论，那地痞动手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出手了。那王爷呢？没受伤，我扣住了那人的手腕，王爷的鼻梁保住了。你指的应该不是那个地痞，那个地痞对你来说连麻烦都算不上。你说的复杂，是王爷对不对？师姐，你坐王爷的马车回来的？他主动让你坐的？路上聊了什么？随便聊了些。他说欠我一顿饭，明天在王婶那儿请客。师姐，你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管你要问什么，答案都是不是。哼。师姐，你出发之前说的很清楚，我们是来观察王爷的，观察，然后判断，然后回京城交差。你现在跟王爷同乘1辆马车回来，还约了明天一起吃饭，这算观察还是算别的？算还人情。他欠我一顿饭，仅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师姐，王爷的猫来你这儿，这也是你的任务内容？阿九，明天王爷请吃饭，你去不去？去，当然去。师姐放心，我一定去。阿九，把你脑子里想的东西删了。我没想什么，删了。遵命。师姐，你从来不会忘了我的。在青石镇，你上王爷马车的时候，在想什么？他在集市上站出来帮那个老头的时候，腿是抖的。腿是抖的？站得笔直，说话也稳，但膝盖以下在抖。
他自己大概没意识到，他明明怕得要命，还是站在了那个老头面前。我从头到尾都在人群里看着，他是真的不会打架，但他也是真的没有退，不是跟，是刚好同路。师姐，你从来不说刚好这个词，你做事没有刚好，只有计划和执行。阿九，你说过这桩婚事你不是自愿的，你问过我。我还说过，如果他是个废物，我就退婚。那如果他不是呢？从青石镇到灵山镇20里路，师姐坐王爷的马车回来，把他忘在了茶台上，忘了2个时辰。师姐这辈子忘过他吗？从来没有。那这次为什么忘了？因为他上马车的时候脑子里不是任务，是王爷。福安，你说一个人如果每天早上都在想同一个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王爷，您上个月每天早上都在想怎么躲沈经霄，这个月每天早上都在想沈经霄什么时候来。奴才觉得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奴才不敢说。说。王爷上次问类似的问题，是15岁那年问奴才为什么总想去御花园偶遇林尚书的女儿。那是年少无知。那这次呢？王爷，您今天还去茶社吗？去，当然去。王爷，沈姑娘约您喝茶，这算不算她第一次主动约您？算。那您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本王什么场面没见过。王爷，沈姑娘，今天没有阿九跟着。阿九在磨坊练功，他说今天想休息一下。王爷，今天请您喝茶，是想跟您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关于我们之间的婚约。王爷别紧张，我不是来催婚的。那你是？我想跟王爷做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婚约是父皇和我爹定的，你我都没有参与。但既然已经定了，与其互相躲着，不如先互相了解。如果到最后王爷觉得我不合适，我回去跟我爹说；如果我觉得王爷不合适，我也会跟王爷直说。怎么互相了解？很简单，该见面见面，该聊天聊天，不演戏不试探。王爷这2个月被我试探的够多了，我这2个月也演得够累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王爷做你自己，我做我自己。行，那今天就是第1条，不演戏。本王确实不会打架，上次在青石镇那个胖子出拳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王爷站得很直，但膝盖以下在抖。我当时在想，这个人腿都在抖了，怎么还站着不动？因为面子。只是面子？有权势。我母妃是江南人，小时候她在宫里没什么地位，被其他妃妃欺负过。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管事假陈面把她的东西扔出不敢。将来你要是碰上这种事，做了那个敢管的一介人就好。是想做那个敢管的人？大概是吧。虽然差点被揍成饼。你呢？你小时候……少将军，京城急信。少将军即刻回京，不得耽搁。王爷，对不住，我得回京城一趟，家里的事。出什么事了？不会太久，大概10来天就回来。那你……王爷，刚才说的约还算数。等我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来茶社找您，您别跑。好，本王不跑。您上次也说不跑，第2天就去了青石镇。王爷，师姐她回京城了，刚走。她跟您说了什么？说10来天就回来，说让本王别跑。那我先去帮师姐收拾东西。王爷您别担心，应该不是什么坏事，大概。福安，你说他家里会出什么事？奴才在。王爷，沈姑娘是大将军的女儿，能让大将军10万火急把她召回去的事，恐怕不是小事。大将军沈伯如家的千金，就是那个传闻中力能扛鼎的沈经桃。听说婚约被解除了，宁王的婚约被皇上亲自撤了。什么？婚约解除了？听说是宁王自己上的折子，说不愿意娶沈家小姐，皇上准了。然后沈家那边好像要另外嫁女了，就这几天的事儿，跟镇北侯家的小公子叫什么，反正名声京城最近最大的一场婚事。福安，刚才那个商队领队说，本王上了折子请求退婚，奴才在。是本王的折子什么时候送出去的？
宁王的婚约被撤了，皇上亲自批的。沈家那边这几天就要嫁女，跟镇北侯府结亲。京城最近最热闹的事儿就是这个了。福安，奴才在。被撤。王爷要去哪儿？回京城，现在就走。王爷，现在已经快入夜了，从这里回京城最快也要好几天。那就走几天。王爷，您先别急，伤对的话未必中。沈家还有几个女儿？王爷，要不要跟阿九姑娘说一声？她师姐要嫁人了，她知道吗？不说，走。福安，再快一点！王爷，已经是最快了。王爷，到了京城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去镇国公府。然后呢？见到了呢？骂他为什么不守约定，问他为什么要嫁别人，还是直接把他从婚礼上拉走？这些念头在脑子里滚了一路，每一个都不太像他会做的事，但他又想不出更好的。先见到再说。不管是什么，得是他亲口说的。直接走，亮腰牌。宁王不是被发配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王爷，镇国公府在东城，传承过去还得小半个时辰。走。福安，停车。何人？宁王府，求见镇国公。王爷，咱们回去？不回。那等。他不见我，我就在这儿等。他把耳坠留给我，他要是不想见我，为什么把耳坠留给我？九，你什么时候回京城的？比王爷早到1个时辰，我跑着来的，在城门口看见您的马车，就跟过来了。沈家今天嫁女，我知道。王爷在这儿站多久了？刚到。今日府里办喜事不便见客，还说他亲口吩咐的，不见任何人，包括本王。王爷，你想不想进去？今天办喜事没人仔细查，东墙那边有个侧宫采买出入，王爷混在搬东西的人里就能进去。你师姐今天嫁的到底是不是他？有些事儿我说了不算，得您亲眼看到才算。对了，王爷，您那封折子草稿是师姐拿走的。请问，大小姐今日在何处？大小姐一早便去后院了。您是？我是府里的客人，从外地来的，刚到。大小姐让我到了之后去见她。大小姐这会儿应该在后园暖阁，不过暖阁那边今日不准闲人过去。您要是想见，得先去前厅等，等大小姐忙完了，自然会出来见客。王爷从灵溪镇赶过来，跑死了几匹马？3匹。你身上穿的是什么？王爷看我穿的什么颜色？月白色。有人穿月白色嫁人吗？嫁的是我堂妹二房的女儿，叫沈惊鸿，跟镇北侯家的小公子两情相悦，求了我爹做媒。全京城都知道的事，王爷不知道？那全京城都知道，但李希嫔没人知道。商队说的是沈家嫁女，又没说嫁的是哪个沈家女。你们沈家除了那你还有几个女儿？我一个被发配的王爷上去查。所以
以王爷跑了3天3夜，跑死了3匹马，从灵溪镇连滚带爬的赶回京城，连城门都亮了腰牌，就是为了赶回来阻止我嫁人。唉，你商队是你派的？是。折子是你拿的？是。婚约是你求父皇撤的？是。王爷那份草稿上写了沈清兰的评语：温婉贤淑，知书达理，容貌清雅，谈吐不俗。我把那份草稿拿回磨坊看了好几遍。王爷在草稿里把我说的那么好，我就想，既然王爷宁愿娶沈清兰也不娶沈金兰，那比我就让沈金兰彻底消失。婚约解除了，王爷想娶谁得自己来。你的耳坠落在茶社了。不是落下的，是留的，留给王爷。你刚才说让沈金兰彻底消失，那现在站在本王面前的是谁？王爷觉得呢？沈清兰是你装的，阿九的表姐是你编的，从头到尾每一步都是你算好的。那你现在是谁？王爷想让我是谁，我就是谁。但今天这场婚礼还没办完，王爷先跟我去前厅，您得来。去前厅做什么？他把婚约撤了之后，一直想见你。我爹。王爷跑了3天3夜跑回来，不去跟老丈人打个招呼？王爷请坐。从灵心西镇赶回来的。是。跑了几匹马？3匹。3马还行。当年老夫从北境赶回京城报军情，跑死了4匹，不过那是军情。王爷跑死3匹是为了什么？金兰跟你说了吗？婚约的事。说了，是他求父皇撤的。连他回来站在我书房里跟我说要退婚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不想要一道圣旨换来的婚事。我说这是先帝定的，不是你说退就能退。他想了想说，那爹你帮我退，不然我就把你收藏的那套紫砂壶全捏碎了。老夫收藏了20年，一共7把，前朝大师陈明远的手制，每一把都捏碎就捏碎。所以你就答应了？老夫没有选择。王爷，你见过我女儿捏东西吗？见过，她捏过本王的扇子。那你还问？王爷，到底有没有意思？国公爷，别叫国公爷，叫沈叔。今天不是朝堂，是家宴，你也不用打官腔。老夫在朝堂上打了半子的官腔，耳朵都起茧了。你就直说，你看上我女儿哪儿了？她很有意思。有意思？具体点。就是她在临河镇的时候，走一步都要咳一下，走几步额头都要升起一层薄汗。但就是这样一位弱柳扶风的女子，一巴掌摁住了张屠户的猪，一下就把满载的牛车推了5丈远。还有呢？她给本王炖过一锅骨头汤，放了5勺盐。5勺？因为他放盐的时候，本王就在旁边看，他抓了一把扔进去，觉得不够，又抓了一把，最后说骨头汤要咸一点才有味道。那锅汤本王喝了3大碗。你喝了？喝了，因为那是他第1次下厨。后来本王喝了3壶水。王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真娶了她，你后半辈子吃的饭可都是那个味道？想过。那你还是愿意？本王也不知道。沈叔，你本王是让狄摄征北王得留第1包子，20天他没回来，本王就想，他不来，本王就去找他。有意思。头一回见到有人被耍了3天3夜，跑死了3匹马，他不来，本王就去找他，还觉得自己挺有道理的。王爷，那天金兰回来跟我说要吞，用先帝的婚事，哪有说退就退的道理？但他说了句话，让我改了主意。什么话？他说，爹，你在集市上帮一个卖竹编的老头出头，腿都在抖，还是站在了前面。他说你被镇上大妈堵门改公约，他说你做桂花糕差点烧了厨房。他怎么什么都跟您说？因为他在给我列理由，他退婚需要理由，说到最后登不了我也在等，所以等我女儿涉的局能不能把你调回来，现在看来调回来了。新娘敬茶，走吧，去看看新娘子敬茶。对了，见面礼，老夫来真不知道你会来，没准备。这块玉佩跟了我30年，先帝当年在北京亲手赏的，今天给你了。太贵重了。不贵，就当是赔礼。毕竟他接下来给你做的饭，可能还是那个味道。你跟我爹聊了什么？聊了你的骨肚汤。王爷还喝过我做的汤，这事儿能不能不提了？不能。你爹说，你接下来做的饭可能还是那个味道。王爷放心，下次做饭之前我会先尝。你上次也这么说。这次是真的。你上次说真的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王爷，您腰上挂的那块玉佩是我爹给你的，那是我爹在北京打了20年船仗才换来的。您得了便宜能不能少说2句？爱媳。我爹跟你说了什么？除了骨肚汤之外，他说你退婚的时候给他列了一堆理由，说到最后他忽然觉得这桩婚事要是退了有点可惜。他真这么说的？真这么说的。这位是二婶，二婶，
这是宁王殿下。宁王殿下真是不拘小节，他平时不这样，今天是赶路赶得急。哦，从哪儿赶来的？临溪镇。那可不近啊，跑这么远来参加我们沈家的喜事，殿下有心了。这位是五姑奶奶，五姑奶奶，这是宁王殿下。这孩子长得俊，就是看着不太能打。确实不能打。那以后打架谁上？我上。没事，不会打架不要紧，会吃饭就行。他做饭不好吃，你得学会自己做。王爷辛苦了。福安，本王在临河镇被大妈围堵的时候，以为那是人生最难熬的时刻。今天本王发现，被一群沈家亲戚轮番参观，比被大妈围堵难熬10倍。那王爷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阿九，王爷，您还没走啊？我以为您见完师姐就会跑。本王为什么要跑？因为我师姐把您介绍给全族亲戚了，五姑奶那边国宝基本就稳了，她是沈家辈分最高的，比她爹还管用。说过去看花轿。王爷，还有一个地小书房要带您去。从回来之后，我一直在那边整理东西。看什么？王爷去了就知道。这是我自己买的小院，国公府人多，有时候想一个人待着，就来这边。你带我来，是让我看这个？不是。阿九的信，从他到临河见的第一天开始，每一封都在这里。第一封写的是师姐，那个王爷来了，比想象中好看，但比想象中懒。第一天就睡到日上3缸。第二封写的是王爷被王婶的白水面条酸倒了牙，但没好意思说，硬吃完了。阿九连这个都写，什么都写。这是你第一次做桂花糕那天，他写了3页纸。你从临河镇回来之后，每天就在这儿看这些信。不只是看，所以我回来之后自己写了一份。写什么？王爷，我把我关到了王爷的一切都整理了，王爷的口味，王爷的习惯，王爷怕什么，王爷不怕什么，王爷在什么情况下会说真话，在什么情况下会转移话题，王爷被大妈堵门的时候会先迈哪只脚，王爷给墨白梳毛的时候是从头梳到尾还是从尾梳到头。你把本王整理成了一个文档？不是文档，是答案。我第一次问自己那个问题，王李陵渊到底是个什么样？这些信，这份记录，还有王爷在临泽镇做的每一件事，加起来就是答案。沈这个字旁边能不能加个注释？怂的事迹请参考青石镇集市卷宗第3页至第5页。什么注释？王爷说的，那我就加。信件青石镇事件令。王爷事后承认当时腿在抖。本王说的是腿有点软，不是在抖。阿九的信里写的是抖。阿九在人群外面，他怎么看到的？他说他蹲在房顶上看的。他怎么上去的？跳上去的。他们练武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只是路过。桂花树上有只猫，不是墨白，是另一只。我是来救猫的。师姐，我不会写信告诉王爷，你把他所有的信都装进成册了。你已经自己给他看了是吧？那我先走了。沈清兰，那份报告能不能给本王一份抄本？为什么？本王也想看看你眼里的本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份就是给王爷的。走吧，回喜宴。你堂妹的婚礼还没结束，本王作为宁王，中途离席不太体面。而且沈叔刚才说，开席的菜里有一道桂花糕，是请桂香斋的师傅来做的。本王想尝尝，看看正宗的桂花糕。王爷，桂香斋的桂花糕是甜的。废话，桂花糕本来就是甜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咸的，跟上次我炖的骨头汤不一样。行，那就去尝尝，看看桂香斋跟本王的蜂窝妹到底哪个好吃。王爷在青石镇说的那句话，怂是能力问题，不干净是人品问题。我把这句话也写进了报告里，跟你句腿抖蛋蛋来了放在。